小王子可以说是当代最红的文学作品哦，从电影、歌剧、IG 心理小旅、T 恤到马克杯，到处都可以看到小王子的名句。小王子到底是神作还是过誉？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小王子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小王子是法国作家圣修伯里的作品哦，这本书出版到现在已经快要80年了，可是不但没有过气，反而还有越来越红的趋势。现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300种语言的翻译版本，你就算没有亲自读过，也一定在各种地方看过小王子的金句或者这个名场景。不过真的要问说小王子在讲什么，这个可能连读过的人都说不太上来。好像是有个自称从外太空来的小孩，他说自己是王子，还会跟狐狸还有玫瑰花聊天。等等，这听起来有点看的故事到底在红些什么？为什么会有些专家认为小王子其实是一个跟战争有关的故事？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来一起跟大家破解这些谜团吧。看完这一集，你也可以跟别人说，小王子我也是略懂略懂。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有每天早上爬不起来的困扰吗？如果有，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介绍的这款说书型闹钟 App 的 Book Morning。它是由记账城市的开发团队 For Desire 跟制作返校还愿的赤足游戏所联手开发的作品，同时结合了闹钟和故事阅读的设计。只要每天在约定的时间准时起床，就能解锁当天的章节，阅读一则从宇宙故事波传送而来的长篇故事。而在 Book Morning 里面的3个精彩故事呢，也是分别由赤足编辑群 For Desire 创作，包含了战争、推理悬疑、疗愈、科幻等各种丰富的主题。你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故事类型，像我自己就蛮喜欢回地球的考验，因为里面不止故事有趣哦，连角色也很可爱。它的目标就是要让起床变得很好玩，像是互动啊、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能够让人每天起床就能享受晨读的乐趣。那如果你也想让准时起床这件事情变得更好玩，现在就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连结，一起下载 Book Morning 挑战早起吧。小王子的故事是从主角我的角度出发的。他回忆说自己小时候一直都不被大人理解，像他曾经画了一幅蟒蛇吞大象的画给大人看，问大人怕不怕，大人却回答说一顶帽子有什么好怕的。所以他又再画了一幅画，把大蟒蛇肚子里面正在被消化的大象给画出来。就有大人们呢就开始劝他说不要再画这些东西了，读书才是应该要做的正经事。所以他从此就放弃了画画。后来这个主角长大之后呢，当上了飞行员。有天因为飞机故障被迫降落在这个撒哈拉沙漠，在这个孤独无助的时刻，他遇到了一个神秘的小王子。两个人在对话的时候，主角给小王子看自己小时候的画，小王子竟然一眼就看出来这个看起来像帽子的东西其实是蟒蛇吞大象。就这样子，两个人的关系慢慢变好。小王子也告诉主角自己的身世，他说自己来自于一颗很小的星球 B612， 他在这里爱上了一朵玫瑰花，但彼此闹了很多不愉快。最后小王子决定独自离开 B612 星球，到了其他星球的旅行。而在这些星球上，小王子见到了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也在这些经历里面慢慢的得到了很多启发跟成长。他也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星球跟玫瑰花。而在故事的最后，小王子帮主角找到了水源，成功救了他的性命。然后小王子向主角道别，说自己想要回家，但因为身体太沉重，所以他需要以死亡的方式离开。主角极力的想要挽留，但只隔天小王子就忽然消失，不知道是生是死。悲伤的主角为了纪念小王子，写下了这个故事。那听到这里，小王子感觉是一个写给小朋友看的童话故事，他到底凭什么那么红呢？要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点，我们可能要先来看看作者圣修伯里的身世。圣修伯里出生在1900年是法国的贵族后代。他从小就对艺术还有建筑很感兴趣，但他建筑系没有念完就辍学，去做了非常多神奇的工作。像他曾经参军，当过法国空军、上班族、邮政机师、搜救员，甚至呢还在撒哈拉沙漠负责跟当地部落谈判的工作。圣修伯里非常喜欢飞行，有一次为了参加飞行竞赛，发生意外坠机在撒哈拉沙漠当中。当时他和伙伴在沙漠里面迷路，严重脱水，还产生了不少的幻觉。幸好最后被当地人发现获救。没有错的，这段神奇的经验呢，后来就变成了小王子的故事原型。而小王子里面的玫瑰，后来也有不少人认为呢是他的艺术家妻子公苏罗。不过这个看似无忧无虑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太久。
当时德国纳粹崛起，整个欧洲的政局动荡不安。1940年，纳粹德国正式进攻法国，而圣修伯里马上投入空军跟纳粹作战，但法国军队很快就被击溃，落魄的圣修伯里辗转流亡到了美国。当时他身体不好，跟同样流亡的其他法国人在政治立场上面又不合，情绪非常的低落。而且当时德军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又扶植了亲纳粹的傀儡政府。对很多的法国知识分子来说呢，这意味着整个伟大的欧洲文明的沦陷，让他们感觉非常的冲击跟羞耻。而这场战争的残酷呢，也让他们再次思考说，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因此，有些批评家认为呢，圣修伯这本看起来很轻巧奇幻的小王子，其实就是他对这种种种艰难问题的回答。所以，他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其中一个在《小王子》里面一再提到的主题，就是成人世界的荒谬。作者在《小王子》的扉页里面呢写道，这本书呢献给一位大人的孩提时代，而整个故事的角度呢，也是从小王子的身上去换回主角曾经天马行空、不被大人理解的孤独童年。像是小王子游历各个星球的时候，分别遇到了国王、酒鬼、点灯人、爱慕虚荣的人等等。这些大人总是很匆忙急躁，什么都不想管，满脑子呢执着在自己手上的正经事。这是点灯的人呢，他的工作是晚上点灯，白天熄灯，可是他的星球30秒就会换一次日夜，所以他就要一直点灯熄灯，点灯熄灯，每天忙得要命，却没有停下来想一想，我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小王子觉得这些大人们真的很奇怪，总是问说，他几岁？他有几个兄弟？体重多少？他爸爸能赚多少钱？却忽略了连小孩子都知道很重要的事情，像是活在当下，好好爱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等等。这听起来好像有点在讲干话，但如果我们想象自己生活在圣修伯里的时代，这句话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当时世界大战在各地爆发，经济大萧条，人们呢因为种族、国家、意识形态的不同而互相屠杀，这种世界很荒谬的感受，想必是非常强烈的。因此，当大家都在说大人的世界很复杂，书里面呢就借由小孩的视角去质疑这个所谓的大人思维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厉害。像有些诠释就认为说，那个很有名的蛇吞大象的比喻呢，就是在讽刺大人们的思考僵化，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就认定这是帽子，这是好人，那是坏人，这是好事，那是坏事。而正是这种僵化的思维，去让人们忘了进一步思考事情可能有不同的可能性。因此，书里面一再的强调提醒说，真正重要的事物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只有用心才能看得真切。小王子第二个很常被讨论主题是爱与关系。那我们前面提到，小王子跟一朵玫瑰花相爱，他一直觉得这是一朵独一无二、全世界最美的玫瑰花，也一直很细心照顾她。但玫瑰花的个性很高傲，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傲娇，不断的索求小王子的爱跟关注。那他们之间呢，也因此有了很多的误会跟不愉快。而受伤的小王子决定暂时离开玫瑰花，独自去旅行。而当小王子旅行到地球的时候呢，他意外的来到了一个玫瑰花圃，才赫然发现原来世界上面还有那么多的玫瑰花，它的玫瑰花不是独一无二的。你爱的人其实一点都不特别。这个发现让小王子非常的崩溃。而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只狐狸，要求小王子驯服它。在这个驯服的过程里面，小王子逐渐学习到了爱的意义。小王子发现，所谓独一无二的爱，其实不需要因为对方是全世界最棒最美的人，只要彼此在尊重当中互动，逐渐的拉近距离，那份为对方付出的责任还有关心，其实就可以让对方变成这世界上面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所谓的爱或者是任何的人生意义，实际上是可以自己主动去选择跟建立的。也正是因为我们主动去选择去做，这份爱跟意义才显得更加的珍贵。因此，即使这段关系最后会结束，这个意义也会继续成为独一无二的回忆，不会因此消失。这个体悟让小王子终于决定要回到玫瑰花的身边。另外，也有些批评家认为这个体悟或许也是圣修伯里为那个动乱年代重新建立人生意义的方式。不管世界再怎么混乱，至少我们还有选择去爱的权利。在小王子完成之后，圣修伯里呢还亲自绘图，并且在1943年正式的出版。不久之后，圣修伯里决定再次的投入战场，以空军的身份参与太平洋战争。后来在一次的飞行任务当中，他神秘的消失了，一直到2004年，法国文化部才寻获他当年坠毁的飞机。但就跟故事里面的小王子一样，他的遗体一直没有找到。圣修伯里传奇的人生呢，就用这种充满传奇色彩的方式结束。作者虽然已经不在，但小王子的生命力却越来的越旺盛。将近80年之后，全世界还是有不断的新的翻译本或是改编作品出现，甚至还有2颗小行星用 B612跟圣修伯里的名字命名。小王子也从此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文学经典。
在仔细研究这部作品之前呢，老实说，我们团队其实有不少人还蛮讨厌这本书的。主要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后来这个书里面的金句被引用的有一点点泛滥，而且这些金句呢，常常都一直给人很鸡汤、很天真的感觉。不过在认识到圣修伯里本人跟那个时代背景之后，我们反而觉得这本书真的很感人。原来那些看起来很轻巧天真的话，背后其实可能有着很大的伤痛。而且圣修伯里也是直接上前线的行动派不是讲的风凉话而已。所以我们觉得《小王子》很适合大人们去看，因为它不是要攻击大人，而是想要提醒大人们在成长当中遗忘了的事物。像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里面荒谬的大人行为的时候呢，可能会被提醒说，对耶，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太习惯这样子想事情了，我也变成故事里面荒谬的大人了。这或许也可以给我们一点新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生活，思考很多事情的本质或初衷，所以非常的推荐大家亲自看看哦。那当然，今天我们能够谈到的只是这本经典里面的几个小小片段，很多诠释可能也跟大家不一样。不过，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能够让每一个人都套入自己的经验，读出属于自己的意义，让作品变得更加丰富。所以，如果你有不同的想法，也很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最后想问大家听完小王子的故事，你最有感觉的是哪一个部分呢？主角小时候喜欢画画，结果被大人叫去好好读书。好像我小时候的经历，比小王子跟玫瑰花之间的感情呢，就让我想到了初恋的这个酸甜滋味。所以故事里面各种荒谬大人的行为，怎么跟现在的我有点像？提起他留言跟我们分享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小王子的故事在说些什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芒斯奇的初恋乐园以及台湾本土的鬼怪传说。那么今天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